这个蓝忘机是不是暗恋我？这个念头一萌生，许多边边角角的线索一下子全串了起来。魏无羡顿悟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搞不好这就是了，不然为什么他才入学100多天，就恨不得跟蓝忘机偶遇个800遍呢？好吧，就算大家专业一样，跟的教授也是同一个，选课重合度也有点高，可他蓝忘机一个博士生兼助教，连宿舍都不在同一栋楼，除了上课、图书馆、江教授的研究室之外，凭什么打打篮球、去趟食堂，甚至于买杯奶茶都能碰上？难道条条大路都通往他蓝忘机脚下吗？这个偶然还持续了3个月之久，这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必定有人专门研究了对方的行动规律，推导出了一套大概率偶遇方案，否则怎么可能频率这么高？研究这份规律的人不是我，那就只能是蓝忘机了。所以，如果不是他暗恋我，想多接近我的话，怎么可能说得过去？魏无羡翘着脚，心安理得地吃掉最后一块薯片，包装纸团成个球，随手向外一丢。3秒之内，蓝忘机就出现在了窗外。魏无羡，我这是丢了个大师球吗？蓝忘机，乱扔垃圾，扣平时成绩。魏无羡举起双手做投降状，学长，我没乱丢。那这是什么？蓝忘机手里托着包装袋球，上头的 LSLOGO-Y78 扭，皱巴的只能看见 SL 2个字母。真不吉利，你才死了。魏无羡撇撇嘴道，如果学长没打断，他应该刚好能丢进窗户下头的垃圾桶的。诺，烦劳退半步，垃圾桶就在边上。我演算过很多次了，成功几率高达97%。蓝忘机果然退后半步，但没走，弯腰把放在路中央的垃圾桶捡起，又折回来，随即咚咚咚，宿舍门就被扣响了3声。魏无羡扶额，无奈道：进，您进来呀，门又没锁。什么毛病？都说上话了，进来还敲门，真不嫌多此一举。当然，我就知道你得进来溜一圈。蓝忘机打开门，不需要怎么打量，研究生的宿舍全部标配，上铺床下铺写字台加衣柜，往里走是洗漱间，两边有窗，南北通透，一目了然。但是魏无羡的房间显然乱得有点不一般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到底迈不进来，把垃圾桶挨墙边放好，大师球、薯片、包装纸丢进去，顺手又把地上随手乱丢的其他包装纸也一并收了。去拿扫帚。魏无羡瞥他一眼，没动窝，道：在柜子下头，自己拿。蓝忘机走近，居高临下睨着他，又重复了一遍，道：去拿扫帚。哇！魏无羡仿佛发现了新大陆，两手捧心状，仰着头，捏着嗓子道：蓝二哥哥好威风，小心脏扑通扑通。说完这句话，没恶心到蓝忘机，他自己倒是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太酸了，太腻歪了，太恶心了，杀伤力太大了，简直伤人1000，自损800，实在是不划算的赔本买卖。这么酸的口号，也就本科那群花痴小妹妹们才喊得出来。迎新大会那会，蓝忘机受邀上台弹了一首曲子，一弹完，就有一大群头上绑一根白布条的妹子高举横幅，整齐呐喊这句话，我的妈，疯狂的简直没眼看。要不是他被抓了壮丁，必须带着红袖顾巡场，早就溜了，还哪能听到这么劲爆的应援剧？太魔性了，印象太深刻了，导致他想忘都忘不掉，一不小心还说出口了。蓝忘机面无表情，目不斜视，道：你几天没打扫了？魏无羡迷茫，打扫？打扫什么呀？这不挺干净的吗？乱是乱了点，也不影响睡觉嘛，不是每个月都有保洁阿姨来的吗？蓝忘机则眉心皱起了一条不明显的纹，这是不高兴了吧？嫌弃我寝室脏，那您就甭来啊。魏无羡心道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怕你是我代理班主任，哪怕江叔叔亲临，哪怕要扣光平均分，也别指望老子动一根小指头。说不打扫就不打扫。半小时后，魏无羡全副武装擦完了第3遍地板，总算扶着腰站起来，愁眉苦脸道：行了吧，这地板都干净的能反光了，蓝老板，蓝学长还达不到要求，我可就要闹了。蓝忘机擦得锃亮的皮鞋在光如镜面的地板上踩了一下，没留下半片脚印，这才留下一句合格，转身走了。
挥挥手，带走4袋垃圾，留下一摞带血的报告。魏无羡偷偷冲蓝忘机背后比手指头，比了半天，发觉人家的背影肩宽臀窄，腰杆直得像站军姿，腿又长又直。于是他忍不住抻着头看了又看，直到蓝忘机一转弯，下了楼，彻底看不见了，这才恋恋不舍地缩回了寝室。这是个什么人，这么凶？不是，你不是暗恋我吗？怎么一点都不温柔的？差评。等一下，这层楼至少16间寝室，有一半都是他带的班。可他不去找别人，不去查别人的寝室卫生，为什么偏偏只进了我这一间？从来到走，他可是走的直线啊。巡寝还能只抽查一个人的，总不可能因为路过看我往外丢了张薯片袋子吧？所以，就说是暗恋我呗，还不是想找机会跟我见个面？那你凶什么呀？对待暗恋对象难道不应该像春天一样温暖吗？比方说捏捏肩膀、端茶喂饭什么的。蓝学长啊蓝学长，你这么傲娇，又藏得这么深，换一个人肯定发现不了。要不是我明察秋毫，肯定以为你在找他麻烦呢。长得再帅也猪姑生啊。魏无羡一下子捋清了来龙去脉，顿时心安理得，手里拖把一丢，又瘫回椅子上歪着去了。不对，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，脑中惊起一道炸雷。他说了啥来着？蓝忘机来查寝的时候，他说了啥来着？蓝二哥哥好威风，小心脏扑通扑通，伤人1000，自损800。伤什么？他蓝忘机听了心里还不乐开了花呀？这根本就是蒸煮大发福利了吧？这句话能伤害蓝忘机，他就不姓魏。魏无羡心里狂呕血，差点暴毙。不是不拼命，而是敌人太强大。心里的小人从怀里摸出3毛5的旧纸币，抖抖索索道：“这是我的最后一笔党费。”大爆炸过后，魏无羡苟延残喘，奄奄一息地往书桌上一趴，脑袋上飘下来一张纸，上书命题报告：死线，明天。致命一击 ，HP 3000。全剧终。人生犹如 RPG， 一旦选错了一个选择之，后续接连的将是无数个错误的选择之。无论再怎么努力挽回，很可能也回不到正确的路线，自然也就无法抵达原本希望达成的那个 ending 了。但是人生又比 RPG 艰难，没人能使用2L 大法和金手指，更没人知道面对哪一个选择是正确。魏无羡干报告干到天昏地暗，好容易敲下最后一个句号，立刻在床上摊成一滩软泥，连手指都不肯动了。哔，有什么东西吵得头疼？魏无羡一脚踹翻闹腾的罪魁祸首，用枕头蒙住脑袋，入了梦。第一个镜头是开学前一天，蓝忘机站在候机厅，面无表情举着魏无羡的接任名牌。他穿着一件再简单不过的白衬衫，袖口折成意大利卷，露出漂亮的小臂曲线和腕表，站姿明明很随性，但越是简单的打扮，越能彰显出他的肩宽腰直腿长。往街机口一站，回头率简直100%。